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开了太阳，挺暖和的。我记得前2天我拍了一期视频，说在2楼的位置最高处不是有些空隙吗？我不打算给它填满，意思也就是留着让它通风透气。但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评论留言，尤其是一个朋友加了我的微信，他告诉我，在那顶上最好把它全部给填满，意思也就是用木板或者用一些塑料透明的材料去给它全部填满，防止一些蚊虫还有一些小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房子里面，当然也可以防一些老鼠。我觉得他这个提议真的挺不错的。待会儿呢，我们要爬上2楼，给大家看一下究竟是在哪个地方的空隙。这位老人家是我的大嫂，今年差不多80岁了，还背得起这么大的一捆柴，从山里面砍回来的。我们村子里面像这样子年长的老人很多，80多岁的好几十个呢，90多岁的都有差不多20个左右。这位邻居也是很勤快的，几天的时间把这边的稻田全部都挖了一遍，用钉耙挖的，那3块都是他们家的稻田。刚刚我问了他，挖的过程当中碰没碰到有黄鳝，他说去年天干，挖的也不深，一条黄鳝都没有看到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片稻田很多黄鳝的，可能和天气还是有点关系吧。最近几年下半年总是干旱，所以说现在稻田里面黄鳝和泥鳅都很少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远处的地里面都已经开满了油菜花，挺美的。我们这边种油菜的并不是很多，每家每户可能会种个1亩2亩。这个时候开了花，挺香的，也挺好看的。在我们村子周边有专门的几十亩油菜花，经常都有人过来拍照。我们这边油菜花是比较多，所以村子里面养野生的蜜蜂也比较多。每年到下半年可以收到很多蜂蜜。这是昨天邻居家改好的板子，这是杉木板，改好了之后还是放在我们的地下车库里面，这样子先晾晒一段时间，然后再搬进去，交叉的摆放，通风透气，放个2年左右就可以建房子装修了。今天我们是继续来看木匠师傅做工，依然是装2楼的板子，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了。这是木匠师傅新打的一把锉刀，在做工的过程当中用到的比较多，现在过去磨了。大家可以猜一下，木匠师傅的这把虎头有多重呢？这也是铁匠打的。在我们这边做木匠的虎头都是这样子的，不知道朋友们你们当地是什么样的造型呢？挺重的。我刚问了下木匠师傅，差不多有5斤左右。这里面应该是夹钢的，很锋利。
这把虎头啊，基本上做木匠每天都需要用，工具是特别多。就像有个粉丝朋友说的，都见过，可能叫法不一样。确实啊，我们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传统、这些手艺，可能大同小异，包括这些做木匠的工具，这是手推刨，还有这个应该是推边的，这些工具啊，基本上大同小异。还有这个很小，但是作用挺大的，它是在木板的边上做一个小造型的，也是一个小小的手推刨。真的很佩服这些手艺人，以前1000年前留下来的传统一直保持的非常好。上一期的视频我们不是专程拍了一期吗？我说啊，我非常喜欢传统的木房子，尤其觉得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手艺啊，更应该发扬光大。堂屋这边也装好了，现在留着第3层的位置没有装完。当然，像这些空隙啊，在里面我们就不装了，外面的空隙我们还是要给它全部装满。在这边啊，有一个过道的，木匠师傅已经装了2块方子，中间就是过道，前面是一个房间，背后的话也是一个房间。这个过道还是挺宽的，这2边都要装上木板，那边要留2扇透光的窗户。到时候房门的话，我们就从前面这里进入了，这里留一道门，这里留一道门，2道门给它错开位置就可以了。实际上背后的房间也差不多有这么宽，基本上背后的话就是一个斜面的屋顶，将就的去用一下就可以了。前面这个房间要更宽一些，大概差不多有20个平方左右。最前面也是一个斜面的屋顶。还有个问题，上一期的视频我发出来之后，很多朋友建议我2楼的，也就是塞壁的这个地方，最好和1楼的风格相似，也就是打上一些格子，像1楼的塞壁一样的。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，毕竟装修一栋木房子挺不容易，风格统一，我觉得从外观看起来更耐看一些。那把这边的墙壁全部装好了之后，就开始要做2楼的这些格子了。现在材料还没下的。我们说到，在第3层的位置，也就是这些方子之上，要铺一层木板，到时候这边就会留下很多空隙。就像那位朋友说的，把这些空隙全部给它用木板填起来，防止这些蚊虫、老鼠还有小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房子里面。确实这个提议很好，我也很感谢这些热心的观众。实际上上面的话不需要太多的木板，大概1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全部填满。这边有好几个格子，中间的位置我们就不需要填了，把2边全部填满就可以了，中间还是让它保留这个样子。这边装好了之后啊，木匠师傅继续去最左边的房间开始安装这些空隙的墙板了。每一块板子都要根据这些空隙的大小去量好，然后再安装，最后再来做这些封边的条子。这边啊，都有麻雀在里面做窝了，这是在瓦片的下面呢。你看，
所以说两边还是要给它全部封起来。看，就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面，麻雀已经建了一个鸟巢。大家还记得吧？在下雪的时候，我拍过视频，我们上面的积雪是一点一点的在融化，并不像我舅舅家那边一整块整块的掉落。这些防滑的扣子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我们是每一张瓦片都加装了这样的扣子。这些扣子啊，给大家说一下，都是不锈钢的，不会生锈。这个地方是出来大概有3指左右的高度，在里面呢要打上一个螺丝钉，连接着这张瓦片一起固定下来的，所以说它是不会掉的。看密密麻麻的，虽然第一次做工的时候比较麻烦，但是后期啊确实用处非常大。再来看一下这边，我们整个厢房的顶上都是橡胶板，实际上这边还是挺宽的，用处呢大家也可以觉得还是挺大的吧，只是我们两边都没有留门进来。现在我是从这个小小的角落走过来的，这边啊还是要给它装起来，这样子蚊虫啊、老鼠啊、小麻雀啊都进不到我们的房子里面去了。厢房的顶上我们是放了2个水塔，一个3吨的水，一个2吨的水。基本上我们整个院子的用水就靠这2个水塔了，用了这么久也是完全够用了。这边啊还有一个麻雀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真的很会选地方，大家看到了吧？前面和后面我们都装了防滑扣子。把这些墙壁全部做好了之后，我们就考虑在这个外墙要用透明的塑料，类似于玻璃的，从这外面封上一层。因为平时这边下雨啊，它会打湿到我们的这些立柱和板子之上，所以说这边还是要起个保护的作用。朋友们啊，平时也比较忙，大家的留言我都没有一一的去回复，在这里呢也请大家需要谅解，因为每天要做事，还要给师傅他们煮饭。其实每一条留言我都仔细的去看过了，其中啊有很多地方确实如网友们所说的，真的挺有道理的，能采纳的啊我都是去虚心的采纳，并且有的地方我还专程的拍了视频回复大家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很感谢热心的观众朋友们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喜欢石头记得点个关注，拜拜。